这可能是你今年看过最逆天的邪典国漫，开局就是活人炼丹，不死村落，邪恶仙尊，尺度堪比道诡异仙。男主修行千年，终于到了飞升仙界的时候，可一觉醒来，却发现自己穿越到一个诡异的世界。起初我以为自己飞升失败了，或者是魂穿到别人身上，但经过检查，这具身体确实是我原本的肉身。随后我发现空气中存在一股能量，而且利用这股能量提升修为的速度极快。可我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，这能量中似乎还蕴藏着一种杂质，好似有意识一般，充斥着恶意。很明显，这能量绝不像灵气那般天生缔造，而是人为产物。如果不是我有功法引导，普通人长期接触恐怕后果难以预料。直到一个女子轻拍我的脑袋，我才惊醒过来。风哥哥醒了，饿了吧？乖，小天他们去找吃的了。然而我并不认识女人，拍开她的手后，我询问她是什么人。面对我的询问，女人一脸惊讶。天哪，风哥哥，你不疯了？直到此时我才有一点记忆，好似我之前一直疯癫，全靠这女子养活。我不明白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变故。正当我想继续追问时，我却发现女人是传闻中的姻缘圣体，如果能得到她，我的实力将极大提升。不过这个世界过于诡异，于是我让女人把这个世界的详细信息告诉我。女人说这里是称国，而我们在天蓝宗的地盘，但是称国以外的地方她就不知道了。直到此时我才确定，这里并不是我要飞升的南元界。女人继续说道，天蓝宗都是些会仙术的仙人，而沈家村外面遍布诡异，多亏仙人庇护，我们才能活下去。女人口中的诡异让我很疑惑，你说的诡异究竟是什么？闻言，女人表示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她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天蓝宗的庇护范围。之所以会在这里，是因为天蓝宗每年都会带走被太清仙尊选中的一批孩子，而今年他们恰好被选中，这才第一次出了村子。而太清仙尊是连天蓝宗的仙人们都供奉信仰神明。就在我想继续追问时，身后却传来一阵惨叫声，姐姐，我们快离开这里，这里的树都是会说话的鬼。原来之前沈小天几人出去寻找食物，可是发现周围都是一些诡异的树，直到他们发现了浆果，几人便狼吞虎咽起来。就在几人吃得正欢时，小胖不小心撞到了头，才发现树上长着人脸，而且人脸还蛊惑他吃浆果。如此诡异的一幕吓得众人拔腿就跑。此时众人才明白，原来这些树都是诡异。可众人跑了没多远，身体竟然开始变得扭曲，不一会就变成了树状的诡异。此时沈小天被吓坏了，根本不敢靠近同伴。这一刻我终于明白，空气中弥漫的恶意能量，长期接触原来会让人变成诡异。沈小玲让我想想办法救救他的同伴，我却表示已经无能为力，他们体内血肉已木质化，药石无医了。但是让我不明白的是，他们接触这能量应当不久，不该如此的。你们是不是还碰过其他东西？闻言，沈小天撒出怀里的浆果，表示他们还吃过浆果。我捡起浆果仔细的看了看，这些植物常年长在这里，接触的浆果感染了那种能量，这就是他们会变成树的缘故。闻言，沈小天一脸的惊恐，你意思是这里的树都是人变的吗？闻言，他一脸的不相信，不可能，我们都是被太清仙尊选中，仙尊为什么要害我？闻言，我却冷哼一声，你们口中的仙人处心积虑做这等蝇营狗苟之事，不过是一群邪魔歪道罢了。随后我看向沈小玲，沈小玲，你体内有我需要之物，以它为交换，我可救你们出去。此物珍贵非常，除此之外，你可再提一个我力所能及的要求。闻言，沈小玲并没有意外，反而爽快地答应了，我只需要你保护我一辈子。我沉思一会便答应了，毕竟此方世界似乎危机重重，提此要求也在情理之中。凡人一生顶多100年，虽然麻烦，但对于珍贵的姻缘之气，倒也不算过分。而且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拥有自保之力，即使这里的能量有问题，但也没有更好的选择。5天后，树林里来了2位不速之客，从他们的言语中了解到，原来吃了浆果的人最终会长成道果。明天就是仙尊显世的日子，到时候全宗大半的道果都要献给仙尊，而沈小天几人是他们私藏的种子，为的就是等道果紧缺时急用的。很快来人便发现了沈小天2人，没想到还有2颗种子没发芽，这么多天没碰这里的任何野果，也不怕饿死。由于明天就是祭祀的日子，现在喂他们吃被氢气感染的果子已经来不及了，于是2人决定杀了他们。沈小天看着来人，一脸惊恐地说道，仙人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一个黑影已经来到他们的头顶，轰的一声，其中1人被砸入地面。诡异的是，脸被砸扁的仙人竟然开始蠕动，只听他嘴里喊道，上清仙法，玉化随心。随后他的身体长出数条利刃向我刺来，而我也立刻腾空躲开了他的攻击。随即我双手掐诀，轰出一道火龙，下方的仙人很快就被烧得灰飞烟灭。直到此时，另一个仙人才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同时使出他的仙术神将天都向我袭来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但是我并没有回答他，直接一招地刺术挡住他的攻击，紧接着一个闪身直接将他劈成2半。刚才从他们的口中得知，这种奇怪的能量叫清气，虽然我有前世修炼经验的缘故，但短短几天便让我突破了炼气13层，这清气确实不俗，但是可惜的是没有筑基丹，便无法突破筑基期。接下来需寻找药材炼制筑基丹了。我猜测刚才的2人就是在这里的守卫，趁没人看守，我带着沈家姐弟赶紧离开。与此同时，上清教派天蓝宗大殿内，江西正在报告大典事宜，各位长老一切准备就绪，50万颗道果都已提前安置在了祭坛上。随后长老继续询问今年的道果种子数量如何。
江西闻言解释道：“由于天蓝宗附近的村子凡人新生孩童率低下，所以今年收集的青年孩童只有往年的3成。”闻言，长老立刻暴怒，命令江西立刻去周遭城镇补充人口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长老的身体突然异化膨胀。见此，江西立刻命令手下去取刀斧。江西，你先下去吧，种子的事尽快去安排。很快，江西从手下口中得知9号种植园死了2名看守。江西疑惑：外敌入侵吗？又或者是其他几个内门想趁大点搞事情，动摇我的位置？与此同时，我带着沈家姐弟躲进了天蓝宗一座偏殿内，解决掉里面的仙人，我便开始凝练阵旗。如我所料，这些材料与原本材料特性相仿，这低阶阵旗效用足有原先9成，已经完全够用，而且现在只能依仗这清气休息，所以离去前必须做些储备。练好阵旗后，我交代沈家姐弟在这里等我。很快我就把周边72处已经布置完毕，接下来就是中央阵眼了。而当我遇见飞过天蓝宗祭坛时，却发现骇人一幕，整个祭坛上都摆满了他们口中的道果。很明显，这些道果就是那些人树身上长出来的。这个宗派真是让人倒胃口。在我离开不久，沈家姐弟这里却突然来人，韩明、韩公，开门！你们2个特么快点，老子有要事找些东西。就在沈家姐弟不知道怎么办时，门突然被撞开了，怪不得喊了这么久都不开门，原来是2个种子躲在这里。你们是从哪个种植园逃出来的？就在沈家姐弟以为自己要完蛋时，身后突然响起一道声音：火焰术。可惜的是，我的攻击并没有对他造成致命伤害。当即我再次操控飞剑刺去，不想男人掏出一个储物袋，放出一个灰黑色的爪子，很快我的飞剑就被爪子牢牢吸住。男人得意地笑了起来。男人得意之际，我的阵旗已经将他彻底包围。随着我轻念一声，转眼他就烧成了木乃伊，而他的法器和储物袋也被我收走。由于搞出的动静太大，我带着沈家姐弟立刻离开了此处偏殿。宗门被入侵的事情也很快传到了江西的耳中，最激动的却是魏师兄。江西，我哥被杀，你难辞其咎。勘察现场后，江西发誓必须要逮住闹事的人，而我带着沈家姐弟躲进了一处山洞中。此时的我深感实力的不足，因为炼气7法术手段贫瘠，也没有法器，只要遇到稍微强的对手就有些束手无策。虽然前世1000年积累，但我脑海中顶尖功法最差的也得筑基期才可修行，现如今只能想办法打造些法器提升实力。随后我打开了刚才那个仙人的储物袋，此时我才发现这2件法器竟然是人的手臂和胃袋炼化而来，而胃袋中除去大量财物，只有这根枯臂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邪术，竟能只凭血肉打造法器，实在匪夷所思。而且胃袋能储物，枯臂似能强行吸纳外物，都是空间能力。根据前世的经验，感觉此手臂应当可融入那铁剑之中，暂且炼制一把半成品法器。第2天到了祭奠的日子，天蓝宗的弟子全部都已经撤离，师姐仙尊马上要来了，我们也撤离吧。然而江西却不为所动，因为今天的大典关乎宗门存亡，所以不能出意外。那入侵者肯定还在附近，不论他什么目的，我一定要抓住他。我本想趁大典开始时激活大阵，但是我刚来到附近就触发了江西布置的禁忌，很快江西就确定了我的方位，传我命令，附近的所有护卫弟子前往宗门西区。知道自己已经暴露，我当即决定御剑赶往阵眼，启动阵旗立刻逃离。可下一秒也不知道江西使用了什么妖法，无数飞剑就出现在我身后。此时的我暗暗心惊，完全感觉不到空间变化，不是挪移，好像是凭空变化出了弓箭，简直耸人听闻。不能拖了，必须全速赶往阵眼。一击不成，江西再次施法，只见他双手突然握住，很快我的周围就被黑色物体包裹。不一会我就被彻底困在铁箱之中。就在江西以为我被困住的时候，突然一道剑气飞出，直接破开了禁锢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能逃脱时，江西却再次单手轻握，转眼间一块满是尖刺的铁块凭空出现在我的头顶，向我砸来。我尝试用剑气去破开，然而却无法伤它分毫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突然江西的法术开始自行崩解，我转身才发现江西的脸开始异化，长出尖刺。此时江西如遭雷击，不好，仙尊要显示了。与此同时，祭坛周围的天蓝宗的弟子也都抱着头在惨叫，大家坚持住，守住心神，别乱想。此时我发现虚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虚影，虚影靠得越近，天蓝宗弟子的惨叫声越大。原来这就是他们口中的太清仙尊吗？很快我也听到了那个声音，而这声音激活了我体内的恶意，企图侵蚀我。此时我终于明白那些宗门弟子痛苦的原因了。本人修行1000年，度万劫，斩3尸，你算何物？也配侵蚀我的意志？随着虚影越来越近，我终于隐隐看到太清仙尊的样子，一个巨大额度眼球，一根粗长的触手，那样子甚是诡异。虽然能看到虚影，但是我却感应不到天穹之上有任何东西存在。此时天蓝宗的弟子受虚影的影响，已经开始不受控制的异化，不过还是有人稍微保留一丝理智。大家守住心神，仙尊带走所有道果之后，马上就会离开了。很快，从虚影巨大的眼球中飞出一丝紫色气体，紫色气体径直飞向祭台的道果。此时道果感受到仙尊的到来，已经陷入疯狂的状态。仙尊降临了，伟大的太清仙，带我飞升成仙。我发现那些紫色气体在吸收果子，但却无视了我的存在。趁着这大好时机，我立刻把速度提到最快，来到阵眼后立刻开启了法阵。随着9天聚灵阵的开启，天蓝宗内的清气疯狂涌入阵眼。天蓝宗的长老很快就发现了这异常。如我所料，聚灵阵有用，那么这个地方的清气就全部收入囊中吧。就在我以为一切会顺利进行时，突然巨岩也察觉到了我这边，很快一丝紫气就向聚灵阵飞来，转眼
面就已经来到我身前，突然巨眼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完了，他注意到我了。与此同时，天蓝宗的长老全都开始被影响的异化。宗门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仙尊的情绪这么激烈？清醒的弟子，快拿道果过来！没错，而且我能感觉到仙尊这股情绪是恐惧。由于声音的影响，我的血肉已经被活化，清气已经收集够了，我得赶紧远离此地。随即我单手掐诀，飞速逃离了祭坛。很快，我异化的躯体犹如八爪鱼一样撞击在山洞里。沈家姐弟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风哥哥，风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错，是我。先随我离开此处，再跟你们解释。看着我的逃离，巨眼发出呜呜的声音。脱离那里后，我逐渐在恢复正常。待身体稍稍恢复，我开口询问沈家姐弟：你们昨日是否看到那空中虚影？然而他们却说没有看到什么虚影，只看到大中午的天瞬间黑了。由此我推断出那东西他们看不到，而我能看到是因为吸收了这清气中的恶意。很明显，其中恶意是隐患，但目前只能借助清气修行，我不能因噎废食。不过这次冒险还是值得的。我大概将天蓝宗30%的清气凝结成了这数百颗青石，这便是我往后修行的基础。也许进阶筑基后有什么功法能解决这其中的恶意，而且这次我还带回来一个道果。也许从他身上能知道一些仙尊的秘密。我询问道果，太清仙尊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可道果却说，仙尊不是东西，是仙。太清仙和我一样成为道果了。听到道果的满嘴胡话，我当即就将他捏爆了。看来他的意志已经癫狂，问了也是白问。经过了这么一遭，我深知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怪异，希望这个世界能有炼制筑基丹同药性的灵药。与此同时，天蓝宗大殿内，江西吃了50颗道果后才恢复了意识，虽然样子已经接近道果，但是就回来了。原来天蓝宗的仙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食用道果压制体内的异物，如果没能及时食用，就会变成树人。而且昨天入侵者引发的仙尊异象，也让天蓝宗的长老担心不已。此次太清仙尊显示，宗门清气又浓郁了一分，亦师亦德，暂时对道果树的成长影响也不大。但是仙尊露出的恐惧，肯定跟入侵者有关。多少年了，还从未听说仙尊有这种异象。不论这次变故是好是坏，说不定就是一次我们脱离仙尊的机会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，我的身体已经恢复成正常人。晚上，我跟沈家姐弟来到杏花村，借宿在一个大姐家里。可刚进院子，沈小天就发现这个家里很反常。他发现窗户里有东西在窥探他。闻言，大姐解释道：“那人是她的丈夫，前几日得了疫病，让我们别大惊小怪。”到了午夜，大姐突然妩媚的来到我身旁。大姐表示，自从白天看到我，就再也忘不掉我。说完就开始往我身上扑。小哥哥，不如你就留在杏花村里吧，和徐娘一起。此时女人画风突变，刚才还美丽动人的徐娘突然变成了怪物。然而下一秒，整个茅草屋突然炸开。我早便察觉你的古怪，毫无呼吸，可又似乎却是活人。本想再观察你一阵的，如此大的动静立刻惊动了沈家姐弟。就在这时，隔壁房间突然冲出一个面黄肌瘦的男人。男人跪在我身前：“仙人，您是仙人吧？求求您带我离开这里吧。”我示意沈家姐弟不用害怕，因为眼前这个男人有呼吸，是个活人。从男人口中得知，原来7天前，男人去邻村接娶未婚妻徐娘，可夜间却奇怪的迷了路，路过了这杏花村，他们留宿了一晚。结果当夜，男人的未婚妻徐娘就被这村里的人诱骗出去活吃了。后来男人疯狂的想逃出这村子，可怎么都出不去，无奈男人只好躲入那房间，紧闭房门。但最可怕的是，第二天徐娘就出现在了男人的门口，诱我出去。因为男人那晚亲眼所见，徐娘被活活吃掉，所以他绝不可能是徐娘。还不等男人说完，身后的徐娘突然站了起来，我单手掐诀轰出一道火焰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即使女人浑身已经烧得焦黑，依然可以活动自由。我怀疑女人是不死之身。由于动静太大，很快院子就被诡异包围。徐娘来新客人了，也不招呼我们一声。见此，我抓起沈家姐弟就腾空而起，身后的男人却被诡异死死抓住。男人被抓住后，诡异开始疯狂地撕咬他。对于男人的遭遇，我也很抱歉，因为以我现在的实力带不了3个人。随后我带着沈家姐弟准备离开这个地方，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明明朝村口飞了2分半钟，最后却又回到了村子里。结合死去男人说的话，我们只好先找一间屋子躲着。到了第2天，死去的男人开始哄骗我：“几位仙人，快出来！徐娘没有骗我，我重生了，我现在感觉特别好，你们也来一起吧。”此时我推断出这些村民应该是受到某种限制，无法随意进出他人房间，又或者说是无法破坏这里的建筑。想到这里，我猜测诡异可能并不是这些村民，真正的诡异是这座村子。虽然知道了原因，但是我仍然没有离开这里的方法。而且这里的人就像天蓝宗的那些人一样，明明力量不强，但是能力却匪夷所思，在修仙界高阶修士都不一定有这些能耐。这些人的能力更像是法则之力。就在此时，突然又有陌生人来到了村子里，一个书生模样，一个有点杀马特。杏花村的村民见到有活人，立刻露出饥渴的大嘴，杀马特立刻露出利爪，眨眼间就将村民灭杀殆尽。此时我却察觉出外面的2个也不是人，因为他们没有呼吸，而且我从这2个人身上感受不到任何能量波动，应该不是修士。难道他们也是诡异？但是眼前之人不但有人类的外貌，而且还有自己的思维。书
生见诡异还剩2个，提醒一旁的幽魂，但是杀马特男人并没有理会书生，反而任由诡异扑向书生。可当杏花村的诡异啃食到一半时，却发现了不对劲。果不其然，那个叫徐娘的诡异浑身开始融化，很快刚才倒在地上的书生从女人身上冒出，紧接着书生扒开胸口的衣服，露出里面的黑洞，一股强大的吸力将杏花村的村民吸入胸口。而趁书生吸收村子时，我抓住这个机会带着沈家姐弟外逃。如果村子是诡异，村子被书生吸收后，我们应该能出去。我的动作引起了书生的注意，幽魂刚才跑出去的修士交给你了。然而书生的话，幽魂却当作耳边风，麻烦死了，左右不过一个低阶修士，快吸吧，吸完赶紧走。就在书生准备继续时，他胸口的黑洞却突然飞出一道蓝光，怎么回事？尤权之前一直很老实，怎么突然会逃跑？幽魂，抓他回来！左右不过一个低阶诡异，随他去吧。另一边果然跟我预想的一样，诡异村子被吸收后，我们果然飞了出来。可还不等我们松一口气，却突然发现身后一个奇怪的东西，正是刚才书生胸口飞出的尤权。看他的样子不像正常生物，难道又是诡异吗？如果诡异这么常见，那这个世界的人类应该死绝了呀。虽然对方是诡异，但是他并没有攻击我们，只是一直在不远处盯着我。当天晚上我们在吃晚餐时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何人鬼鬼祟祟出来。飞剑飞出后不久，便锵的一声撞到了什么东西，随后只见一只缠满绷带的手抓着我的飞剑缓缓走来。老头的面容枯瘦，双眼空洞。各位不用紧张，老道只是单纯路过，并没有恶意。看清老者的面容，沈小天大喊道：“他是诡异！”老者松开了我的飞剑，解释道：“老道可不是诡异，而且我看着这位道友一身浓郁清气，看来是附近太清教派天蓝宗的弟子啊。”我顺势接住飞剑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我的事情与你无关，道友既是路过，那便继续赶路去吧。”闻言，老者不怒反笑：“这位道友居然不认识老道，看来你才入天蓝宗不久。因为你们天蓝宗在外的弟子见到我宋宝道人都是欣喜若狂的。眼前的老者实力不小，但是肯定不逊色于那女人，我还是不要跟他起冲突为好。你说你是宋宝道人，你送的是什么宝贝？”老头随即从怀里取出一个骨头状的武器，老道这里正好有几件血器，相见便是缘，便送与你了。看着老头手里如此诡异的武器，我并不敢上前拿。老头见状嘿嘿一笑：“你不要也没事，不强求。”可下一秒我却虚空一爪，将血器拿了过来。老家伙嘴上无所谓，杀气却已经溢散出来，不收肯定会随时出手。我收下武器后，老头见我不待见他，便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沈小天突然开口喊道：“老道长，能不能也送我一件啊？既然疯子哥都拿了，应该是好东西。”闻言，老者很是疑惑，因为他察觉到沈小天明明是个凡人，就算要了血气也无法使用。原来沈小天害怕有一天我会离开，他希望自己能修炼，以便保护家人。得知沈小天想当修士，老者立刻哈哈大笑：“小子，你想当修士，老道倒是可以教你。”听到老者要教沈小天修炼，我并没有阻拦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抉择。老头属于上清教派，他的修炼法门非常奇特，只需要知道入道法门，便可独自修行。可当沈小天听到修炼法门后，却是满脸震惊，甚至整个人都害怕的往后退。老者见状呵呵一笑：“你怕什么？你旁边那位不还是太清弟子吗？相比之下，我上清知道容易多了，也无需为祸他人。小友，下回见面，希望能与你道友相称。”说完，老头便离开了。从沈小天的神情可以看出，修行条件应该让他难以接受，因为仅凭几句耳语便自行修行，如此简单，绝非善道。为了以防沈小天误入邪道，我决定教他修炼，不过我也只能引导他迈入炼气期，修些法术自保，后续便看他自己的造化。有了我的指导，沈小天进步神速，而且他的资质很不错，入定了一夜，清气在他体内已快循环一个大周天，应当快迈入炼气一层了。听到清气，沈小玲有些害怕：“风哥哥，小天吸收那个不会变成树吗？”我说不会，清气由凝气功引导后应该无恙。可下一秒意外却发生了，沈小天浑身颤抖，双眼暴睁，嘴里还呢喃着：“太清仙尊。”见状，我立刻飞身上前，将其体内的清气全部导出。眼前的一幕让我很是疑惑，为什么我的凝气功没有起效果？那我为何能抵御清气中的恶意？此时清醒过来的沈小天对我说道：“疯子哥。”那一瞬间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那一刻我感觉满脑都是那什么太清仙尊，感觉一旦陷进去，我就不再是我了。沈小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也不清楚，为此我只好让他暂停修炼，直到我查清问题之前。随后我们决定回沈小玲的村子，但是我们却迷路了。此时那团蓝色的诡异突然咿咿呀呀的来到我们身前，一开始我们以为他要攻击我们，后来发现不是，他是要给我们指路。有了他的带路，很快我们便回到了村子，而蓝色诡异也获得我们的信任。沈小玲给他取名依依，此时我也发现这个叫依依的诡异好像特别亲近。就在我们兴高采烈的准备进入村子里时，我却神色巨变，因为我发现村子里有清气溢散。当我们走进村子里，果然发现整个村子都长满了天蓝宗内的人数。很快沈家姐弟发现了还有一丝意识的沈爷爷，他让姐弟俩快跑。原来自从他们被太清仙尊选中走后没多久，就有2个仙人返回了村子，这村子已经没年轻人了，老的做不了道主，按魏师兄说的都杀了，有点浪费啊，要不喂他们饲料试试，万一过几天能结几颗。沈爷爷说完这些，整个人彻底变成了树，嘴里嘟囔着太清仙尊要来接他。整个村子的惨状让沈小天彻底失去了理智，随后只见沈小天竟然开始啃食自己的手指。无上上清仙尊，弟子以身献祭，恳请仙尊注释。我见情况不对，立刻打断他的施法。沈小天，你干什么？沈小玲看着弟弟的手指骨头都露出来了，满是心痛。刚才听到沈小
小天说上清仙尊，估计这就是那个老者教他的法门。按现在的情况看来，太清、上清那东西应该不止一个。就在我思索之际，突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。老人果然不行，快10天了没一颗接触到过了。本以为血本无归了，可没想到居然等到几个上好的货色。沈小天见到仇人分外眼红，可他根本不是仙人的对手。就在仙人准备砍断沈小天胳膊的时候，他的手臂却先被我砍断。另外一个天蓝宗的仙人看清我样貌后，由发呆变成了震惊，因为他发现我正是江西画在通缉令上的人，知道我的实力很强，就算是他们的魏师兄来也怕。随后两人便想逃跑，可下一秒他们的魏师兄真的来了，还一板砖直接将两人砸扁，连惨叫都来不及。没用的东西，遇事就逃，活着有何用？很快那个叫魏师兄的仙人也认出了我，我在江西画的画像上见过，你就是前几天在我天蓝宗肆虐的那个家伙吧？就是你杀了5个，哈哈，我运气真好，居然给碰到了。我感受到此人浑身充斥浓郁清气，不好对付，于是我让依依带着沈家姐弟先离开。依依闻言开心的像个孩子，得到我的命令，依依捆住沈家姐弟就开始逃跑。很快对方就向我发动了攻击。根据之前的战斗收集到的信息，天蓝宗弟子擅长肉身变化和改变物体形状2种法术，而之前那女子的凭空造物似乎很罕有。眼前这个人改变物体形状的法术威力不凡，但此术依旧弱点明显。我一个闪身来到他的身后，利用剑气术直接将他劈开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对方明明被我砍中，却依然毫发无伤。原来天蓝宗的弟子有3种基础仙术，呵呵，这叫无漏之体。你该不会认为我只会神降天都吧？神降天都不过是改神境，仙尊初步赐予我们的法术。当我们进入神会境，将能聆听到更多仙尊的声音，觉醒更多更强大的法术。我的无漏之躯坚不可摧，世间没有任何能伤害到我的东西。随后男人双手砰的一声拍在地上，周围的石块立刻向我包围了过来。我虽然速度很快，但是砍出的剑气却无法伤他分毫，哪怕我的飞剑刺在他的胸膛，也是发出铿锵的声音。小子没用的，你根本伤不到我。而我攻击的间隙被他抓住了机会，我的身体被彻底困住。糟糕，大意了，本想等那姐弟跑远便脱身，这下麻烦了。就在此时，男人的手臂竟然直接贯穿我的胸膛，哈哈哈哈，蝇虫一样飞来飞去，终于被我逮住了。也不过如此，江西那废物只会夸大其词，可是我却并没有死。此人无漏之体确实坚固，至少炼气期手段无法伤其分毫。不过幸好我还有后手，前日在是金剑中刻画了引爆阵，自爆威力可有筑基初期全力一击，只是如此距离，我也难逃波及。本想拉开距离，却被困住，也无他法，只能赌一赌。随后男人拿着剑直接砍向我，然而只听见铿锵一声，男人愣在原地，而我嘴里却念念有词：神降天都太清仙法。霎时间男人被石块轰飞，男人看着眼前的我一脸惊恐，你怎么会无漏之体和神降天都？此时的我双眼不停冒出黑气，你并非我教中人，不可能会这2种能力，是模仿，竟然我的手段对付复制他人的能力确实少见，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你使出的神降天都威力完全不及我，可下一秒他就被巨石直接压住。解决完麻烦，我很快追上了沈家姐弟。不过刚才的战斗我也很不解，是不是因为我修炼清气的缘故？那一瞬间我的身体毫不受操控，还使出内人的能力，难道修炼出了差错？虽然不确定敌人是已经死亡，但是就算未死也应该重伤或昏迷了，暂时应该无忧了。我此刻法力干涸，待我恢复些许，便立刻离开此处，先让那水球寻最近城镇方向，我需去那里寻些药材。来到这个世界短短几日，到底为何飞升失败尚且不知，反倒各种诡异之事不断。还有我自身问题，当务之急一定要尽快突破筑基，检查一下自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很快我和沈家姐弟来到了柳州城，只是过了1天炼造筑基丹的药材我就买了七七八八，而且此方世界人道不昌，似乎不中丹道，否则此种灵药在修仙界底层修士中都是抢手的稀有之物。与此同时，柳州城内却发生了一件怪事，城里的小孩一个个充满戾气，并且他们都是没有目的的胡乱伤人。一开始以为只是例外，可后来这种案件越来越多，衙门里已经关押了几10个这样的孩子。最近城内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，小到虐猫，大到袭击路人，城中百姓都在惶恐，怀疑自家孩子不是中邪了，而是诡异所为。县令希望陈大人能够彻查此事件。而我刚出药材铺不久，就遇上一队人马。突然眼前的男人眼神一变，他死死地盯着我。陈捕头，刚刚那个家伙身上有清气的味道。闻言陈捕头却不以为意，徐丑，我知道你厌恶太清修士，但我们目前还有其他任务，城中不宜大动干戈。听说最近的天蓝宗自己有豢养凡人村落，应该不会来这里袭击百姓，最多不过赶神境的喽啰，随他去吧。见此徐丑也只好作罢。此时我也察觉到他们的存在，2个修仙者，左边体内溢散清气，难道官府也与太清修士勾结吗？本想接触一番本地修士罢了，先以筑基丹为首要目的吧。我刚出门店不久，老板却突然追了出来。等下，客官，我们这儿还有其他名贵药材，我家这株千府血根绝对是这全柳州城年份最老的了。闻言我并没有停下脚步，虽然辅药全部凑齐，可主要只有那千府血根的药性可替代，而且我已走遍了全县城药店，最高年份也不过40余年。可恶，难道接下来只得去更大府城寻了吗？就在这时，一个老者突然在我身后喊道：“这位小哥是在找上年份的千府血根吗？这千府血根喜阳未阴，导致都长在显眼之处，被人轻易采摘，10年以上都含有。”看着来人，我淡淡说道：“我只需100年以上的。”闻言，老头喜不自胜。巧了，老头子正好有一株100年千府血根。闻言，一旁的沈小天却满脸不信：“老乞丐，少吹牛！”闻听此言，老头不乐意了：“臭小子，怎么
说话呢？知不知道尊重老人啊？双方吵不出结果，老头只好以实物见真章。臭小子，老头子就让你小子见识见识。随后只见老者手里捧着一颗血红色的药材，我拿镜仔细观看，不错，这确实是千府血根10年生半寸根须，此株已超过100年。见到实物我也没有啰嗦，直接让老头开价。老者眯眼笑道：“这株药材我只要300两。”闻言，沈小天却说：“老人想钱想疯了，300两，300两买我们村子都够了。”可我却二话不说，直接将金条交给了老者。拿到药材后，我转身就走。此时我心里暗自窃喜，没想到这个世界灵药超乎想象的丰富，往后丹药应当不必愁了，当真是好消息。接下来得先寻找一处静谧之所，炼制筑基丹。与此同时，陈捕头和徐愁来到一处店铺内。陈大人，请2位仙长已经等候多时了。一见面，陈捕头率先开口：“2位久等，您便是柳州城的护卫使吧？”长发男子闻言立刻起身：“正是，在下李长寿，久仰刀魔大名了。”随后李长寿开始介绍：“这位也是上面派来的秦道友，玉清教派的秦圣男。”秦道友。李长寿话音刚落，却被一股味道呛得直咳嗽，清气的臭味。陈大人怎么还带了一个太清邪修？听到李长寿说自己是邪修，徐愁顿时怒了，说什么？你这痨病鬼！见此，徐愁要动手，一旁的陈不透立刻怒斥道：“徐愁，放肆！李大人误会了。徐愁家中从小被太清宗门蒙骗豢养，几年前全村被当作种子，唯他有太清修行资质，被强行吃下道果。但他意志坚韧，本性并未被太清意志所荼毒，独自逃出太清宗门后，遇到了我，加入了我的麾下。对于太清教派，他可是比我们所有人都深恶痛绝。”闻言，李长寿却很是疑惑：“太清修士不是要长期服用道果压制太清意志，只能持续服用灭魂丹压制，寿元因此大幅锐减不说，还时常遭受身体的苦痛。灭魂丹竟然服用那东西，之前在下失言了，还请小兄弟别见怪。2位就坐吧，说正事吧。柳州城内如今孩童性情大变，我多次检查，的确非正常现象。现在城内情况越来越严重，我实在找不出缘由，只好上报请2位来。不知这2天可有发现？今日我在城中巡查了一番，城内四处作恶的孩童的确有些多。藤基洞虽然不确定是邪修所为还是诡异所为，不过我目前有了个猜想，还需要本地衙役配合我的调查。那是自然，这么快便有头绪。陈大人不愧为巡捕出身，既然如此，我建议此事以陈大人为主，我2人从旁辅助。秦道友觉着呢，无所谓，你们决定，我出力就行。好吧，那就请陈大人说说你的猜想。第2天，沈小天打着哈欠说道：“疯子哥租界烧瓷窑在里面干什么呀？一个人都在里面一晚上，不清楚。不过他让我们看着别让人闯入，一定有很重要的事。此时我正在凝练筑基丹，经过我3天的凝练，炼出实力上品筑基丹。如我所料，这些替代药材通过各自不同的提炼方式，能达成原版筑基丹9成9的药性。以我6品炼丹师之能，3品筑基丹难度不大，但往后再炼丹，还是寻一丹炉吧。本想去城外自己开辟处洞府炼丹，没曾想找的这家瓷窑，这窑洞洞壁足够深厚，炼丹的动静完全隔绝于内。不错，不如就一鼓作气，借此处服用突破，那便需决定一门主修功法。前世主修天元神阵剑诀，此功威能极大，可布下多种剑阵跨境杀敌。可如今看来，此方世界怪异至极，此功并不适用。我脑中且记得前世大量顶级功法，但多半修行要求严苛。我如今此身为金土木3灵根，需寻一最适合我的功法。下定决心后，我服下一枚筑基丹。疯子哥啥时候出来呀？待在这儿烦死了，真是枯燥，城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小天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这2天你一直想用发怒的方式掩饰。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去天蓝宗，我们从小被奶奶带大，村子和奶奶出事，一时间我也难以接受。但每想到我还有你和风哥哥，我就还能打起精神。这世道，我还能有亲人在，就已经足够幸运了。然而下一秒，沈小天却一掌拍在桌子上，我还是出去逛逛吧，天黑前会回来的。可恶！先是胖子、二虎他们，然后村里的大人，最后奶奶也，一个个就这么突然的莫名其妙，这种无力感真让人烦躁。如果我也能有疯子哥那样的本事。就在沈小天思索之时，突然一个小孩拿着斧头向他劈来，沈小天被砸倒在地。就在小孩准备杀死他时，一个老乞丐突然挺身而出，你们这群小崽子是想杀人吗？看到对方是大人，那些小孩全都一哄而散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陈大人，咱今天真的只按您说的，只搜查城内书院。虽然您昨天说这城中孩子性情大变，原因大概率在书院或私塾里，但范围会不会一下缩得有些小？我们真的不用再去其他地方搜查一下？柳州穷苦孩童平日不让出门，能统一接触孩童的，除了学堂，再没其他地方了。昨日我已找县令统计过，犯事的孩子全都是已经到了启蒙的年纪，一些同龄却还没上学的却没出什么事。若是诡异为祸，通常都是有固定地点，必然是学堂有猫腻。可若是邪修，那就只有全城搜查了。这样啊，希望不是人为吧？对了，陈大人，说起来，昨天那2个您的同僚都是什么来路？一个明明是修士，却是个病秧子；另一个沉默寡言，拽得要死。拽！你可误会秦大人了，他是玉清教派的修士，性情与常人不同是正常的。玉清修士那是什么教派？和太清没关系吧？要说关系，他们信仰的太清仙尊和玉清仙尊以及上清仙尊被合成为3清，但信仰这3位仙尊的教派之间并无联系，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。你所熟知的太清教派以种植凡人、献祭、道果为修行之路，乃是不折不扣
厚的邪修。虽然他们普遍修为不高，但人数众多，和蝗虫一样遍布各地，杀之不绝。而秦大人所信奉的玉清教派就不同了，乃是称国认证的正道，而玉清教派修行方式便是摒弃七情六欲，因而秦大人平日里情绪有些淡漠，也是情理之中。这样啊，摒弃七情六欲，那大人，上清教派又是什么东西？大人，这里就是白家书院，有空慢慢给你科普。现在先干正事，详细搜查，每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大人，这位就是书院主人白先生。哎呀，大人，您这是小生这书院怎么了？这里附近有嫌犯逃窜，白先生还请配合我们搜查。嫌犯？听闻白先生不是柳州本地人，小生来自禹州，半年前才来这柳州乘坐的教书线上。禹州那么远，先生一介读书人不容易啊。倒是白先生你颇有家财啊，竟购得起这么大的院子。哪有，只是租赁的罢了。这还是变卖了足禹州的祖产，这才租得起。这样啊，不过禹州不是设有启蒙堂吗？先生身为秀才，入内某个夫子还不简单，怎么还千里迢迢来柳州啊？启蒙堂？大人搞错了吧？禹州从未听说设立了此堂，难不成是我离开这半年期间新建立的？那多半是我记错了。陈大人，书院里暂时没发现什么有异常。突然陈大人神色一变，喊道：什么？你果然有问题！大人饶命！大人是否误会了什么？小生冤枉啊！抱歉，白先生，刚刚只是以防万一的试探，希望你能谅解。任务在身，实在不得不各处小心。不过看来白先生这里没问题，今天不光打扰，还让先生受惊，改日陈某登门赔罪。诸位大人，还请慢走。就在此时，陈大人突然拔刀，唰一声砍了出去。男人胸口长了一个黑洞，可男人不但没死，还觉醒了吞噬万物的能力。原来男人不是人类，而是为祸一方的诡异。陈捕头本想趁其不备，一刀将其秒杀，可让陈捕头没想到的是，书生明明被拦腰砍断，身体却还在咕噜咕噜的扭动。下一秒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陈捕头的一个手下身体开始完全扭曲，不一会手下的脖子就长出一个巨大的肉球，手下还没来得及求救，书生就从手下的身体里长了出来。陈捕头好手段，竟然这么快就发现了我的伪装，看来闲来无事还是得多读一些书才好。看到死而复生的书生，众人都不敢相信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怎么从二牛的身体里长出来了？看到情况不对劲，陈捕头赶紧提醒身边的伙伴，大家都小心点，这家伙是诡异。书生不紧不慢地扯下二牛的衣服，好像对自己的伪装不是很满意。下一秒画风突变，竟然被你们发现了我的身份，那就不能留你们了。说完，书生就朝一旁的士兵袭去，那么就从你开始了。一旁的陈捕头赶忙提醒手下，快躲开，不准反击。可由于距离太近，手下本能就挥刀砍去，跟刚才一样，书生又被拦腰砍断。看着地上躺着两具书生的尸体，众人心中不免感到一阵疑惑，怎么这个诡异这么弱的吗？这就杀死了。然而下一秒，陈捕头却大喊道：保持警惕，谁要是有异动，所有人立刻远离。因为根据过往与诡异交手的经验，事情根本不可能这么简单。陈捕头怀疑书生是故意被砍的，因为诡异不会消亡，即便破坏或杀死，也会以一种未知方式再次显示，而且他的重生方式可能便是以活人替身复活，所以不能出手攻击他，否则我们只不过在自相残杀罢了。一旁的徐仇闻言满脸震惊，如此说来，那我们岂不是只能被动挨打？紧接着陈捕头又说道：等他现身后，你们都避开，我来对付。就在所有人蓄势待发，等待诡异的现身时，周围却异常的平静。徐仇提醒到：大人，已经有些时间了，他没复活。此时陈捕头才反应过来，特么的，我们被耍了，他逃了。察觉到不对劲，陈捕头立刻下令，将情况立刻通知给李大人和秦大人，全城封禁，挨家排查类人形诡异白先生。与此同时，窑洞内张元筑基突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情况和张元计划的一样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。筑基丹药性已将全身灵脉打通，而且筑基功法引导精气贯通全身灵脉，在体内即刻完成大周天循环。筑基对我而言早已驾轻就熟，毫无难度。如此一来，筑基将水到渠成。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却异变突生。我发现体内的太清意志竟然开始躁动，想必是感应到我突破之后，他将再无机会，便趁此刻临死反扑，做垂死挣扎吗？可我怎么会一点防备没有？早在之前我就已经布置好了小玄天天魂阵，余下所有下品阵旗便皆为你使用了。此阵虽只筑基初期之威，但专克神识，彻底磨灭你这点意志绰绰有余。随着魂阵的发动，我身上的太清意志一点点的被吸入其中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即便我早有准备，但此刻的确是我最关键之时，分神消磨此意志便是极限，再有打扰不止筑基失败，也必遭反噬。希望这期间那姐弟千万莫让人进来，可怕什么来什么。此时沈小玲正守在窑洞口，防止有人打扰到张元。偏偏这个时候房主问道：小姑娘，你哥还没出来？沈小玲打量着房主，啊，房主怎么了？你找他有事吗？原来房主突然接到笔记单，得加紧烧制一批货，所以那窑就不能租给他们，麻烦让你哥赶紧出来吧。闻言，沈小玲立刻急了，这怎么行？你昨天跟我峰哥哥说好的租10天的，可房主根本不想跟他讲道理，我们是最近没生意才租给你们，现在好不容易来了笔买卖，你们赶紧让出来了。算了，我看我还是找你哥亲自谈吧。听到房主要进去，沈小玲立刻喊道：不行，不可以。随后房主便吩咐手下准备去开窑。不能开啊，我峰哥哥说过，绝对不能提前开窑的。可房主根本不管，闪开了，烦不烦？大不了银子还给你们，别给我捣乱。这批货很急的，东家租窑的那个少年还在里面，一个人在里面干嘛呢？谁知道呢？租窑
要把自己关进去。怪人一个，不管他了，我们先开窑。就在几人准备强行开窑时，一个陶罐就扔了过来，不准开！好带胆子，知道这瓷窑谁罩着的吗？给脸不要脸，敢砸我的瓷器，给我打折他的手！你们敢？我风哥哥是仙人，不准开窑，坏了我风哥哥的事情，你们承担得起吗？被沈小玲这么一下，几人心里有点拿不定主意。你哥真的是仙人吗？就在两个下人有点退缩时，房主却说道：“听他胡扯，仙人我这辈子都没见过，能是你这种乡下丫头的哥哥？给我打！可是东家，万一是真的咋办？你不也说那个少年怪怪的吗？正常人谁把自己封在窑里啊？”闻言，房主也觉得好像有点道理，算了，我也不想跟你一个小姑娘计较，再给你们1天时间，明天可一定要把窑让出来。几人离开后，沈小玲才松了一口气啊，吓死我了！风哥哥，你快出来吧！小天，你也快回来啊！与此同时，沈小天被老乞丐救以后，依然不长记性，还是在外面乱逛，搞什么？今晚怎么这么多官兵？突然他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，早就通知今晚宵禁，封查全城，为何还在乱逛？赶快回家！凶狠的陈捕头把沈小天吓得转身就跑，幸好此时李长寿赶到。陈大人，北城区我已派人搜索了一遍，没有任何发现。东城区也搜得差不多了，或许那白先生早就逃出城躲起来了也说不定。若是邪修便好对付了，诡异能力莫名，实在难缠。好歹我们也不是一头雾水了的情况，这也多亏陈大人。鬼刀巡捕名不虚传，竟然1天内便发现诡异，不，就算我没查到，我估计他也会自己跳出来吧。李长寿不明白陈捕头的意思，陈捕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陈捕头解释道：白天在我斩杀那诡异的时候，明明他可以复活远一些，直接悄无声息的离开，但他选择直接在我们眼前复活，摆明自己诡异的身份，然后又什么都不做，直接送死逃离，太不正常了。我猜他或许还有其他目的，也许是陈大人你多虑了，就算诡异有灵智，也不一定那么聪明。说实话，这还是本人第一次听闻能和活人一般模样的诡异，或许吧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，在镇鬼司也未听闻过有如此类人的诡异。陈大人莫担心了，即便他真逃了也无妨，我们更省心。希望是我多想吧。画面一转，在一个山谷中，书生诡异一脸阴笑。好吧，现在开始吧。我意外飞升到一个诡异的世界，在这里凡人只要呼吸就会变成诡异，变成诡异后手臂会被炼成法器，胃袋会炼成储物袋。为了不变成诡异，我拼命修炼，而凭借我之前修仙的技艺，我进步神速，修为很快达到了炼气13层。此时我才发现这个区域的空气中存在着一股恶意，而且这股恶意正是让人变成诡异的原因。为了解决这股恶意，我只能闭关突破筑基期，于是我租了一个砖窑闭关修炼，还安排沈家姐弟帮我护法。可我刚闭关的第2天，房东就让沈小玲通知我出来，此举当然遭到沈小玲的阻止，可房东根本不讲道理，立刻报了官。大人，有个家伙把自己封在窑里，小人实在觉得蹊跷，所以报官。他的同伙还说他是仙人，威胁我们。徐愁来到一看，窑洞里竟然散发出一阵阵的清气，徐愁明白肯定是有太清修士躲在里面，立刻让人把窑砸开。沈小玲本想阻止，却根本无能为力，对方人实在太多了。关键时刻沈小天回来了，上去一拳就把徐愁揍了，但他一个凡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直接被打得瘫坐在地上。而我突破筑基散发出的清气，很快就让附近的李长寿发现。李长寿来到后看沈家姐弟竟然维护一个太清修士，立刻就下了杀心，因为清气实在太浓郁了，他断定窑洞里面的人肯定是太清修士，而人一旦迈入太清之土，他便是道果的奴隶，比瘾君子还可怕。而且李长寿认为沈家姐弟肯定是从出生便被灌输思想的种子，除非让他们真的见识到他们敬仰的所谓仙人的恶行，否则不会轻易醒悟。就在沈家姐弟要被杀死时，只听轰的一声，窑洞竟然炸开了。与此同时，一柄青色飞剑径直砍向李长寿，无奈李长寿只能放开沈小玲，一个闪身躲开了攻击。可即便如此，他的侧身依然被剑气擦伤。此时李长寿深知来人的实力不容小觑，难道是神会境？我抱着受伤的沈小玲冷冷开口，道友还真是执迷不悟，无论如何都要认为我是太清邪修吗？由于沈小玲帮我争取了1天时间，我已经筑基成功。随后我让沈小天带沈小玲去附近的客栈休息，这里的事情让我来处理。李长寿一脸冷峻地看着我，你还想狡辩吗？一身浓郁清气，不是太清邪修又能是什么？此时我深知自己解释再多也没有，所以我决定还是用武力解决问题。随后只听我低语几句，一清无香化玉绝，玉剑落雨。我话音刚落，周围出现无数青色飞剑，径直朝李长寿飞去。虽然李长寿满脸震惊，但是他也反应极快，立刻使用他的城隍仙法，利用城隍分魂化解了我的攻击。趁李长寿分神之际，我一个闪身来到他的身后，直接一拳轰在他的后背。这一拳威力之大，李长寿直接飞出10米远，撞在墙上。道友感觉如何？被他人以力相欺的滋味。说完，我又操控青色飞剑向李长寿砍去。虽然我的攻击全部命中，但是我深知对方并没有死。没死吧？出来！一切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满是烟尘的下方突然传出李长寿的声音：城隍仙法，城隍魂龙。话音落下，我的周围突然冒出无数黑气。此时我发现我的神识察觉不到外界，被隔绝了。这黑色之物是魂魄结合体。紧接着一个黑影浮现，你这青色剑法我倒是第一次见，太清3法我都见过。这青色剑法是神会境后的新法，倒是挺稀奇的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但在我面前都毫无作用。李长寿话音刚落，无数黑色魂魄朝我飞来，不知道黑色魂魄的作用，我只能操控飞剑砍去。可我很快就发现，这些魂体不受火烧、斩击等直接伤害，即便被砍成2半也会很快恢复。得知这个原因后，我不再攻击黑魂，而是攻击本体。见此，李长
寿却冷笑一声，下一秒只听飞将枪的一声被什么东西挡住。没用的，我只需一个念头便可在这牢笼中随意穿梭，你根本碰不到我。的确，可你同样奈我不得，有何意义？这些鬼物毫无攻击手段，即便追上我又能如何？鬼物，呵呵，他们可是城隍分魂，任何攻击都奈何不得他们。你没发现吗？一开始是6只，现在已增加到9只，只要在这柳州城，我就可无限召唤他们。在这牢笼，你迟早逃无可逃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不逃了。随后我一拳打在黑色魂魄上，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触碰黑色魂魄的手竟然开始被侵蚀，很快的就全身都被缠上。李长寿见状冷哼一声，好带胆子，敢主动碰触城隍分魂，仙神的魂魄，即便是一丝分魂，也岂能是人类可触碰的？不消片刻，你就将被侵蚀殆尽，成为城隍的养料。闻言，我露出害怕神色，死在我手中的太清修士，没有1000也有数百，你实力不错，可惜遇到了我，这便是来我柳州作祟的下场，去地狱后悔吧。就在李长寿得意之际，我却突然开口，终于逮到你了。不知何时，我已经来到李长寿的身后，此时李长寿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我一个飞踹狠狠地轰在李长寿身上。李长寿刚落地，我已经将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别动，若再敢释放一丝那城隍分魂，我瞬间斩了你。虽然道友那分魂无可撼动，但是本体道颇为孱弱呀。李长寿不明白，刚才我明明已经被城隍分魂缠住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呢？我没有回答他，而是意念一动，刚才被黑魂缠住的我此时已经变得透绿色。这时李长寿才明白，竟然是假身吗？天蓝宗竟然还有这种法术，至此还认为我乃太清修士，说你固执呢，还是愚蠢呢？然而我话音刚落，突然心神被什么影响，心脏突然胡乱狂跳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只见一个女人站在屋顶，她嘴里念念有词，玉清仙法，聚魂散魄。男人只是打了恶鬼一拳，没想到下一秒，他的身体就被诡异侵蚀。原来这不是普通的鬼，而是城隍的分魂，普通人一旦触碰，不用片刻就会被侵蚀殆尽，最后成为城隍的养料。就在李长寿以为我必死无疑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只听我冷笑一声，这次终于让我逮住你了。原来刚才被城隍分魂侵蚀的是我的分身，而我的本体早已潜伏到他身后。虽然李长寿放出的分魂确实无可撼动，但是他的本体却异常孱弱。然而我刚要动手灭杀李长寿时，没想到下一秒，我的心神竟然被影响。只见一个女道士在念着什么咒语，玉清仙法，聚魂散魄。随着咒语声，我的脑海开始浮现种种不好的回忆。突然我听到有人叫我，好久不见张元。这个熟悉的声音让我极其震惊，因为他是我飞升之前的师傅。张元，你有想念为师吗？待我彻底陷入恐惧的幻境后，秦圣南才缓缓飘落下来。原来刚才秦圣南施展的聚魂散魄可以让人陷入恐惧幻境中，而聚魂散魄会令我回忆起此生最畏惧之事。如果是普通人，短时间根本无法分辨幻境与现实，而且中术者如果数个时辰无法清醒，将会陷入无尽的恐惧中，即便是修行者也会彻底疯掉。可下一秒，秦圣南却神色巨变，只见一柄青色飞剑贯穿墙体，径直向他袭来。秦圣南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法术竟然会被张元轻易解开。你这个女人让我想起不悦之事，我劝你立刻解开法术，否则我不会再留手。面对我的威胁，秦圣南大脑飞速思考，刚才聚魂散魄都只能困住他一瞬，这个人的意志如此强大，那喜笑哭肿对他应当也无大用，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。随后只听秦圣南喊道：引魂凝魄。随着咒语完成，一阵淡蓝色梵音将我环绕，然而下一秒我却直接挣脱了梵音的束缚。眼前一幕让秦圣南彻底慌了，我的引魂凝魄怎么会瞬间失败？难道说他所恐惧之物已经强大到连虚幻都非我所能掌控吗？原本没有杀心的我，这时也已经彻底不能忍了。我本只想惩戒你们一番，既然你等冥顽不灵，那我便送你们一程。我轻轻一挥手，无数飞剑便径直砍向秦圣南。虽然飞剑数量很多，但凭借实力，秦圣南也能轻易躲开。只是让他不明白的是，中了他的聚魂散魄的人，即便能从幻境清醒，也是畏惧到行动不便的。但是眼前这个人不但行动自由，而且还能保持灵力攻势，可想而知此人的意志有多强悍。就在秦圣南震惊之余，不知何时，我的分身已经来到他的身后，将他束缚住。就在我的飞剑即将刺穿他的喉咙时，不远处传来陈捕头的声音：小兄弟，请手下留情。闻言，我停下手中动作。你是何人？陈捕头上前解释道：在下镇鬼司陈铁骁，这二位乃在下同僚，刚刚赶来路上，我下属已告知了全部经过，此事定然是误会，还请小兄弟收手。随后陈捕头命令秦圣南解开我身上的法术。小兄弟，我看得出来你没有杀心，只不过是想惩戒一番罢了。我替我二位同僚向小兄弟致歉，还请你高抬贵手。闻听此言，我也没有再过多计较，毕竟这个世界太过诡异，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。跟陈捕头等人和解后，我便找到沈家姐弟住的客栈，将刚才炼好的丹药交给沈小天，让他连续2天按时给他姐姐外敷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有事便先离开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世界的修行者，我还需要更多这个世界的信息。来到城外，我找到之前那个鬼依依，那个依依快出来！听到我在叫他，依依开心的像个孩子，一蹦一跳的向我奔来。不过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这个鬼依不但不会伤害我，还对我异常亲近。够了，离远些，随我先离开此处。来到一处山洞，我询问道：依依，你好像知道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，你能否查出此处最近法性灵物所在？闻言，依依却满脸疑惑。我解释给他听，依依修仙本质乃向天地索取，不论灵药、灵气、灵矿都乃天地之精，因此修仙者便会被天地所弃。为此，在凝丹时需假借天地本源，掩盖自身，修仙之路才能存续。往后洞天期开辟洞天
后，才可脱离天地，自成一道。而法性灵物便是这世界之初半生之天地灵物，沾染着一丝天地本源。听完我的解释，依依便手舞足蹈地叫了起来。很明显，他听懂了我刚才的意思。随后，他的身体幻化出一个名字——汴州城，紧接着又幻化出另一个名字——镇鬼司。看来我需要的东西在这2个地方，真是有点巧了。正好明天战陈捕头询问一番。清气修行速度极快，虽然如今只是筑基初期，但从炼气1至13层，我只花费了5天。前世我足足修行了2年，如此算来，不足1月就可达到筑基巅峰。我得提前谋划凝丹所需。随后我吩咐依依去帮我守好洞口，莫叫蛇虫鼠蚁靠近。接着我利用神识将全身上下探查了个遍，除去体内由清气转化的法力中还躲藏着一些难以拔除的太清意之外，体内已经毫无问题。但是让我疑惑的是，那天跟天蓝宗的人战斗时，我为何会变得不受控制，甚至在我无意识中竟然用出了太清仙尊的法术？很明显这是不正常的，我体内肯定还有异样是我不知道的。但是我仔细检查过我的肉身并没有问题，难道说问题出在我的魂魄上吗？根据我飞升之前的记忆，能探寻魂魄的高等功法只有这3本：混元真煞经章，入门需凝练大量煞气；凌云式机法，要凝结元婴才可探索魂魄；小迷道灵胆柱则更繁琐，需想办法提升自身灵根。5行俱全后还需阴阳玄气。盘查下来，现在最可能修炼便是这混元真煞经章了。煞气嘛，乃是天生地长的凶煞之气，不知这世界有没有？一会儿再询问一下那水球。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，我的易清无相化玉诀已修至2层，可用御剑术与这青玉分身2种神通。虽然御剑术威能平平，但这青玉分身却是好用，乃保命的上上之选。而且今日的战斗证明，选修此功的确为正确选择。不过这个世界的修行体系诡谲异常，不知底细极易中招。看来今晚还需修习敛息术，要不然一身清气容易招式。此时我突然想起，储物袋中还有3件血器。与寻常武器不同的是，这3样武器是用身体的3个部位炼制而成。只不过那个送血器的老道甚是诡异，当天如果我不收他的血器，摆明了就准备动手了。只是不知道老头强迫我收下是有什么目的。虽然之前想过半路丢弃，可经仔细检查，这3件残肢上似乎都未动什么手脚，而且目前我手段并不算完善。天元神阵剑诀修炼不易，也需要至少16把飞剑才可组成最初级剑阵。于是我便决定用城中购置的凡铁配合血器，再炼制3把法器，先用这些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书生和2个诡异正在靠近柳州城，其中一个诡异满身乌黑，无法看清容貌，而书生也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接下来好戏要开始了。